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5日下午的17点2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日线级别上啊继续走出了一个震荡的行情。这个震荡行情呢，我们认为它是由于120日均线在这个位置上压制啊，所以呢它走出了一个围绕120日均线的一个震荡。我们观察到啊，道指已经走出了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的一个日线级别反弹，反弹到这里啊，遇到压力开始盘整震荡。它的震荡呢，给了上证指数和比特币在反弹行情当中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了今天上证指数开始了一个 1.19 的反弹，同时呢，比特币也出现了同 A 股同步的一个反弹。再者啊，还有呢，就是当前行情当中啊，我们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分别提到了啊，这个均线缠绕正在发生。这个缠绕呢，它证明反弹的趋势已经形成，正在发生发展。所以呢，几个交易日啊，连续几个交易日的调整，让市场上非常多的多头丧失了信心。但我们通过 K 线西游战法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前行情正处在日线级别反弹西游的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沙僧位多震荡，沙僧位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同时呢，结合这个均线缠绕啊，也就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在这个位置上连续的缠绕啊，还有这个当前结构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反弹的收敛三角形。当波谷连线没有跌破的情况下啊，我们就认为结合这3点啊，一个是波谷连线，一个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再一个是均线的缠绕，结合这3点，我们认为行情多头呢还有机会啊，空头呢要耐心等待啊。同时呢，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上说了啊，周线级别比特币正处在周线级别第3轮的下跌西游过程当中。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过程当中呢，第3轮它正处在一个8切阴线的一个势力范围，出现低点17605之后，下跌幅度过大啊，达到了75%啊。这轮行情从68958啊，也就是69000美金。本轮比特币的最高点到低点17605啊，它的跌幅达到了75%。这个75%呢，是远高于18年行情和15年行情的啊。18年和15年的第一轮下跌，比特币的下跌仅仅是70%，那么这一轮它达到了75%，是一个超跌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呢，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这轮行情耐心等待啊。我们从几个观点来观察到均线结构啊，还有从这个 K 线西游战法它现在的一个这个位置上来看啊，正处在一个反弹行情当中啊。调整呢要耐心等待啊，等待它接近这个支撑位，就是还有机会。那么从 K 线西游战法日线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我们认为是能够到达这个27500到3万美金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呢，是前面行情当中啊，前面在5月份震荡行情当中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压力位，和133日均线和这个100日均线啊，这个区间的一个压力啊，也就是说27500到3万美金啊，这个区间是我们这一轮反弹行情的一个目标位。到达这个区域呢，才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在当前行情当中呢，比特币仍然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趋势当中啊。在行情当中呢，我们要掌握这几点，就是趋势目前是反弹趋势，位置呢我刚才给出来了啊。再者呢，就是布局你的仓位。怎么布局仓位呢？当前行情处在一个多头反弹的趋势当中啊，你可以布局一些现货，耐心等待反弹目标位的到达。但合约这边呢，我认为行情啊，整个这轮行情还处在一个下跌的熊市当中。熊市什么特点呢？熊市啊是缓跌急涨缓跌急涨啊，这种
情况非常多见啊，所以呢，耐心等待我给出来的一个空头的点位，同时呢，比特币的一个下跌的最大的点位呢，也就是这一轮熊市的目标点位呢，我认为反复提及了10500美金，这也是前2轮行情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前2轮熊市比特币的最大跌幅都是85%，那如果这一轮行情从69000美金跌85%的话也就是它的最终价值是最高点的15%的话那目标点位是将要达到10500美金现货的朋友要在这轮行情当中耐心等待机会，等待跌到什么位置呢？跌到13000美金以下或者是保守一点15000美金以下这个位置再进行抄底。那如果明年是一个猴市今年是彻头彻尾的熊市，那明年猴市当中你15000美金以下抄底的比特币，13000美金以下抄底的比特币会有几倍的收益因为明年才是一个大的反弹的年份，但反弹之后还要跌回来就是形成一个和今年12月份相对应的一个双底在这个周线级别上和月线级别上对应的一个双底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在日线级别上，在这个稍微小的一个时间级别上它正处在一个反弹趋势当中，反弹趋势就是反弹趋势，耐心等待它反弹完毕现货这头可以做一些它的反弹，但是合约这面呢，我建议的是在30000美金附近，在27500到30000美金附近耐心等待这个位置的出现，然后布局自己的空单这样呢，你才能在这轮熊市这轮超级熊市从69000到10500这个超级熊市当中抓住自己趋势上的一个获利在前面的行情当中我也反复提及了，前面的行情当中你看我这个图画的非常乱，但是它是有道理的。最开始呢，它会形成了一个上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这个收敛三角经历的时间周期特别长，从去年4月份一直持续到破位为止，也就是今年5月份，整整1年时间。所以呢，它的波峰连线一旦跌破的话，还有它的波谷连线一旦跌破的话，我们在今年4月份就反复提出了这个观点，如果这2个关键点位跌破的话，下行空间就打开。那目前来看我们的观点，我们之前行情分析给出来的这个观点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当前行情，当前是一个反弹行情，这个行情当中怎么样把握呢？耐心等待目标位，这是其一。第二呢，如果这个结构发生破坏，那我们也要放弃多头幻想重新扎入我们的空头行情当中所以呢，当前行情即使你是多头，也要设置一个止损位这个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设置自己的仓位和止损位但是一定要有在行情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伤害自己。怎样做到呢？就是设置止损，控制仓位。目前行情当中的盘眼呢，一定要关注以太和 ETC 目前以太的这个走势呢，我们看到了它已经提前于比特币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这是相对于比特币强势的一点。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以太坊在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位是由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阻力位呢是在1700美金附近如果能够突破1700美金再次突破1700美金，并且在日线上站上1000美金这样的话呢，在周线级别上就有机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吸油，与下跌吸油相互对称。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做对称性的周线级别反弹吸油在这里面也是有机会出现的。重点是在1700美金这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阻力位。突破之后呢，上方目标位是1900到2100美金这是我在大概20天之前在 VIP 群中给出的一个点位，同时呢，这个点位也是
波峰连线，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形成了一个压力。这个波峰连线呢是一个弧形的线非常简单，是一个弧形的红色线这里面存在压力。那到达2100到1900这个区间的时候是做空的一个点位。为什么在这里要做空呢？因为这个压力是非常重的，同时到达这里是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反弹吸油周线级别反弹吸油完成之后，非常容易出现与之对称方向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容易产生这种下跌。所以呢，空头方向耐心等待机会，多头坚定一些信仰等待它能够完成的突破。在趋势上呢 ，ETC 它的上涨趋势仍然存在，并且它走出了一个什么呢？走出一个日线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它有再度上冲的一个动能这里呢，我们看到了 ETC 是要强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个位置呢，它就完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分别是悟空、八戒、沙僧和唐僧。完成之后呢，继续往上走如果这个位置不跌破也就是$33不跌破的情况下，容易走出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最终呢完成周线级别的上涨唐僧位到达上方的一个阻力区间，这个阻力区间大概是在$50附近。也就是说 ETC 和以太坊同时构成了当前整个数字货币市场当中的一个盘眼所以呢，这两个盘眼，两只眼一定要非常注意，非常关注。那在 ETC 和这个以太坊同时走强的同时，比特币稳定的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山寨比较强势一些的山寨币。从昨天盘面上和我给那个 VIP 群的一些票上来看目前来看趋势还是对的给出了一个 TWT 和 DEXE 这是昨天给出的为什么给出这两个呢？一个是目前走势它是非常强势的，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强势，4小时级别同样日线级别呢也是非常强势凌厉的一个走势，并且 TWT 出现了一个4次等位置波峰的一个走势。这种走势呢，江恩他提到了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等位置波峰之后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所以呢，目前这种强势币呢可以关注。那 DEXE 呢它是一个底部抄底的一个形态并且目前正在走强上方阻力位呢，我们观察到100日均线和133日均线在这里面形成压制，如果能够发生突破的话，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同时呢，我最近一段时间给出的这个 APE 也正在走强起码在日线级别上总能看到它的新高出现。板块轮动就是这样从主流币以太坊比特币到 FIL、OP 这种这个存储类板块，然后再走到当前的游戏板块，游戏和收藏板块游戏和 NFT 板块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所以呢，我在当前时间点看好 APE， 因为这个呢在之前行情当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关照行情当中资本方给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照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李宁这个品牌也用了 APE 无聊猿的一个 IP 用了它的一个图片在地铁站呢，在这个网络上不断的宣传所以呢 APE 目前来看它是有价值的，目前走势也非常稳健同时呢，它形成了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和这个 ETC 同样的是容易走出一轮什么呢？容易走出与下跌对称的周线级别反弹吸油所以呢，在这里面可以进行一些关注。然后呢，我的这本 K 线吸油战法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已经可以购买了希望大家感兴趣，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去买。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